刚才还有那个，哎呦！连续击打，这时候应该喊停了，看智久应该手下还是反应过来。韩飞龙跳膝，防身出了毛巾。谁说中国功夫不能打？太极弟子终于出山登上擂台，绝不让对手站着下擂台。作为峨眉传奇擂台上的常胜将军，韩飞龙已经在峨眉传奇的擂台上击败了众多国外高手，为传统武术和中国搏击赢得尊严，向世人展现了实战太极的威力。太极出身的韩飞龙是中国传统武术转型最为成功的选手，也是保留着传统武术元素最多的选手。韩飞龙在参加峨眉传奇之前，18岁斩获央视武林大会总冠军，对传统武术的实战深有心得，与恩师王占军携手将实战太极发扬光大。转战峨眉传奇之后，韩飞龙通过和不同格斗流派的选手切磋，渐渐突破了传统武术流派的限制，博采众家之长，广摄诸家之优。在结合实际变通创新之后，韩飞龙的搏击风格独树一帜，将传统武术与现代格斗有机结合，柔中带刚，变幻莫测。此外，他还不断地吸收接纳泰拳、散打、踢拳等，将其格斗技的精髓为我所用。综合实力与日俱增，其技术体系丰富多样，常常让对手无所适从。常规的打法很难在短时间适应韩飞龙的比赛节奏，这是韩飞龙能够取得不俗战绩的重要原因。2018年12月15日，韩飞龙在峨眉传奇迎战日本悍将谷谷智久。谷谷智久是日本双膝格斗名将，在和韩飞龙交手之前，他就曾多次来中国参加比赛，和许多中国选手都有过交手，曾在2016年国内比赛里 KO 武林风拳新一代金腰带得主钟威鹏，对中国选手的技术特点十分清楚。和许多空手道出身的日本选手不同，谷谷智久横跨自由搏击和职业拳击两大领域，并且拿到日本职业拳击 GBC 的 A 级执照，拳法造诣不低啊。身高1.84米的他还占据着明显的身体优势。赛前人们普遍认为这将是韩飞龙所要经历的一场硬仗，那么就来看看韩飞龙会如何应对吧。我是董江涛啊，这是场72.5公斤级的自由搏击超级战，红方是来自中国韩飞龙，蓝方是来自日本的智久。韩飞龙呢，不用多介绍，大家都知道他是太极拳传人王占军老师的徒弟。对，最近的表现呢也是势头正盛啊，几次连胜，而且他的这个 KO 率啊也在逐渐的提高。对，没错。两次扫踢。比赛开始之后，韩飞龙率先发起主动进攻，采取低扫腿开路，多次扫中谷谷智久，给谷谷智久的腿部造成了不小的伤害。同时呢，他还打过综合格斗。对，双方上来之后还是比较谨慎啊。哎呦，韩飞龙这个扫踢踢出这个力量很重。对。智久的特点很日本选手。遭受了多次扫砍之后，谷谷智久开始反攻，采用拳法压迫，利用好自己拳法好的优势，控制比赛距离，咄咄逼人的组合拳，将韩飞龙压制在拳台外围，希望用先发制人的战术打韩飞龙一个措手不及。对，这个把韩飞龙逼到这个绳边啊，转出来了。手身踢，飞龙这腿踢得很漂亮。其实我们刚才看起来，智久虽然说是，然而韩飞龙毕竟久经大敌，临危不乱的太极飞龙稳守反击，不愿和对手过多纠缠，使出转身踢和转身后蹬之后，谷谷智久拿捏不准韩飞龙的路数。此时韩飞龙抓准机会，迅速用精准的后手中炮回敬对手，一记重拳正中谷谷智久面门，并直接把谷谷智久打翻在地。这次击倒彻底扭转了比赛局势。这下很重，对，这很突然的这一下，我们都没有想到。我刚刚想说韩飞龙之前那个把智久放倒的动作。不行，这个智久啊还是有点发晃啊身体。很顽强。抓住机会连续击打，这时候应该喊停了，看智久应该手下还是没有恢复过来。韩飞龙乘胜追击，很快又2次击倒对手。谷谷智久的教练抛出毛巾投降的同时，当值主裁也挥手示意比赛结束。韩飞龙最终 TKO 胜出，从开场陷入被动到瞬间逆转 KO 对手，韩飞龙只用了不到2分钟的时间。
这场比赛实在是太精彩了，韩飞龙也用实力证明中国功夫也能上擂台。射身踢，击倒了对手。峨眉传奇温江战中，韩飞龙迎战古巴悍将冈萨雷斯。冈萨雷斯23岁，来自伊朗，拥有极其强大的爆发力和抗击打能力。中国拳王邹市明也曾败在他手上，由此可见他实力非凡。韩飞龙面对如此强悍的对手，又该如何应对呢？一起来看看精彩的比赛吧。观众朋友您好，欢迎继续收看峨眉传奇世界格斗冠军赛。这是一场传统与现代的对抗。红方选手呢是韩飞龙。比赛开始，经过短暂的试探之后，冈萨雷斯率先发动了进攻，一记势大力沉的后手摆拳朝着韩飞龙的面门砸去。韩飞龙轻轻松松地避开了这一记绝杀，并且成功将对手推倒，但遭到了裁判的警告，擂台上是不允许使用这一技法的。比赛继续进行，太极拳里面一个冈萨雷斯步步紧逼，韩飞龙一记下劈腿还以颜色，被在自由搏击擂台上这种主动暴击，紧接着又是一个跳膝。我们看韩飞龙呢，整个造型呢也是颇具特点，穿的是长裤，让我想起了也有。冈萨雷斯立马还一个中段扫，并且趁机发动了拳法攻势。韩飞龙反应迅速，并没有让对手得逞。长裤啊，好，我们继续看比赛。好，这是一个接腿这是韩飞龙呢，还是意识到这是打自由搏击规则，接到腿之后是放弃了这个继续的这个抱摔动作。他刚才那个就转身化解对手少踢的这个在两人的腿法交锋之中，韩飞龙被对手一个转身后蹬踹倒，就是所谓对方是一个后蹬腿，所以你有千斤力，我来破千斤。一个扫腿过来之后呢，我顺着你的劲儿，往你这个腿的攻击的方向呢，再顺着走一圈，这样就泄你的力。通过这个前半局的这个双方这个攻防转换呀，我们还是看到韩飞龙在这个技法的自由搏击这个技法的这个。当比赛进行到1分31秒的时候，韩飞龙不再隐忍，出其不意一个腾空的舍身踢命中冈萨雷斯的头部，冈萨雷斯当场就倒地翻白眼，再也爬不起来了。韩飞龙一招太极舍身踢，不到一个回合就 KO 了对手。韩飞龙这个动作在中国传统武术中是很常见的一个动作，很多武术门派里边都有。在中国传统武术里，那叫做腾空外摆连。腾空外摆连是武术运动跳跃动作之一，在腾空的同时转体和外摆腿，空中塑形，似是一朵出水莲花，故称为腾空摆连。腾空摆连对于弹跳、腰腹肌、腰腿功夫和协调能力均有较高的要求。在很多人眼中，舍身踢是一个比较鸡肋、花哨而不实用的动作。首先就是动作的浮动比较大，很容易被对手识破，再加上距离时机非常难以把控，而且又十分的消耗体力，所以这一招除了韩飞龙之外，几乎没有中国选手能将它用于实战之中。所以赛前的实2019年5月25日，峨眉传奇都江堰站，韩飞龙迎战 Max Manu 泰世界冠军卢卡伦巴多。来自意大利的卢卡伦巴多绝对算得上是一位十分励志的拳手。为了追随自己的格斗梦想，卢卡伦巴多将自己的偶像李小龙纹在身上，只身一人远赴泰国训练。凭借超高的天赋和坚持不懈的刻苦训练，卢卡伦巴多很快就在泰拳界小有名气，并受邀参加 Max Manu 泰的泰拳比赛。在高手如云的 Max Manu 泰赛场上，卢卡伦巴多一路激战，闯入74公斤世界金腰带争夺战的决赛，拿下了 Max Manu 泰世界金腰带。因为李小龙走上习武之路的卢卡伦巴多对中国功夫格外崇拜，此次挑战韩飞龙也是想见识一下中国功夫。韩飞龙又会如何应对这位选手呢？一起来看看精彩的比赛吧。由五羊城冠名播出的峨眉传奇第37站决战倾城，我们现在在都江堰体育馆，我是东妮。本场比赛给大家带来的是今天晚上最大、热点最高的一场比赛——男子72公斤自由搏击超级赛，因为红方选手是。比赛开始，两人都是小心翼翼的试探，不敢有太大的动作，似乎呢对对手都有所忌惮。随着比赛进行，韩飞龙一个太极技法4两拨千斤，轻松将卢卡推翻倒地。站起身来的卢卡立马以高扫还击。对，曾经我发过一些，有很多网友就是比较质疑说，
是我们今天蓝方选手了。伦巴多慢热的习惯很难改，韩飞龙的摔法顶膝却让他饱受折磨。是高扫过头了吗？今天来的这个蓝方选手呢，也是来者不善，他是伦皮尼，不是 Max Muay Thai 这个泰国著名赛事的74公斤级冠军，而且他在争夺这个冠军的时候，当时情况也是高手云集来争夺这个冠军。在第一回合还剩1分多钟的时候，韩飞龙找准了机会，使出这招太极舍身踢绝技。伦巴多的头部恰好被韩飞龙腿法击中，轰然倒地。对手被读秒以后不能够走直线，出于对选手的安全考虑，裁判及时终止了比赛。韩飞龙以 KO 的方式拿下了比赛胜利。输掉比赛之后，路卡很是郁闷，搞不清楚自己为啥被 KO。赛后，路卡反复复盘比赛，才恍然大悟。回国以后，路卡分享了此次中国行的心得：对手功夫太厉害，我从没有见过这种招式。以为中国功夫只存在于李小龙的电影中，没想到擂台上也这么强。中国功夫确实厉害，太不可思议了。得到对手的赞美是对韩飞龙实力的极大认可。韩飞龙通过和多国高手交手，将传统武术与现代搏击相融合，同时又融入了多种格斗技术元素，海纳百川，自成一派，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技术体系，为中国传统武术的传承和发展探索出了一条值得借鉴的康庄大道。那大家怎么看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喜欢格斗的朋友给个3连再走呗。